原神当下的困境来自于放弃了大世界玩法的开发。本期的内容十分有话题，灵感来自于《博德之门3》和《原神》的体验比较，一个是 Steam 上被称赞为满分的神作，一个呢是国产头部二次元手游。那么本期当然是无关于拉踩，更多的是一些思考的分享。好的，我是提瓦特弟弟，那就让我们开始本期的内容吧。首先呢，《博德之门3》是一款基于龙与地下城故事背景的 CRPG 游戏，玩法呢是回合制，或者说是战棋更为合适吧。通过不同的种族职业的组合去进行战斗、冒险和探索。那么当我上手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先做了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就是这种规则复杂、节奏慢的游戏能劝退 90% 的原神玩家。博德之门3的硬核程度让战斗探索的过程都变得非常的漫长和复杂，策略在战斗中起到更主要的作用，也就是通过职业的搭配和装备特性的选择，以及对地形环境的分析去赢得战斗的胜利。更多的意外，更强调策略，甚至呢，有时候玩家可以利用某些特性去规避战斗。这一切呢，都让《博德之门3》这款游戏在玩法上有着极强的开放性。而原神与其相比，就会显得任务指引到位，流程十分清晰，几乎不会对玩家造成任何困扰。战斗中由于有数值系统的存在，也变得十分的简单，上手非常快。那么基于这两个游戏在体验上的差异，在对比收入和玩家数量，我们会发现博德之门3虽然在商业上已经很成功了，但它依然比不过原神。所以很显然，硬核的玩法和买断制的商业模式天然就有门槛，天然就会劝退一部分玩家。而原神这种免费体验、抽卡付费更容易上手的设计，显然是更符合国内市场的选择。因为我们的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玩家基数大，但玩家的付费能力以及设备的性能并不统一。而且玩家的游戏时间非常的碎片化，所以短平快的游戏节奏在这个时代往往是能抓住更多玩家兴趣的设计。那么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市场很大程度会影响厂商设计游戏的理念，而厂商设计的游戏又会反过来影响玩家的选择和习惯。也就是说，玩家和厂商其实是相互影响的。从网游到手游，强调的都是 PVP 和数值为王，所以玩家的消费习惯呢也是如此。那么厂商擅长且也很乐于做这种低投入高回报的买量游戏，这看起来呢是一种无解的循环。所以回到原神，为什么我说原神现在的困境是因为它放弃了对大世界玩法的开发呢？我们用3个时期去展现原神在设计理念上的变化。在开服的时候，策划做过一个调研，问大家为什么不从阿贝多的杨华上进行下落攻击。看起来呢是一个十分搞笑的调研，因为基于强度和队伍 DPS 的考虑，这一点十分不合理。但是如果我们放弃强度上的考虑，用这种玩法配合环境以及原模的特点去战斗，是不是未尝不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呢？而原神加载页面中有一句话说的是，熟练的冒险家往往会利用天气。由此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策划还想着要做一款以玩法和策略为主的游戏，而到了到期，原神设计出了以神里灵华和雷神为代表的纯色直商体系。超高的强度呢带来了流水的上涨，并且到期的解密又被玩家认为太难。那么如果我是策划，从这样的数据中我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市场还是更接受数值这一套的玩法，而解密太难，市场并不接受，在大世界上的投入和产出呢并不对等。那么到了当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原神重点发力的地方有2个，一个是剧情，一个是深渊。而这2个地方呢就是 XP 和强度，他们共同塑造了一个角色的吸引力，而角色的吸引力等于玩家的抽卡意愿，等于流水。那么大世界呢，作为占据玩家游戏时间最长的地方，它已经变成了玩家扫荡资源的工具。尽管枫丹在流程上做出了一些优化，但这种优化恰恰就坐实了大世界是鸡肋的。通过首尾相连的解密去提高了玩家获得资源的效率，这无疑是让人感到失望的。毕竟在宣发的 title 上用的可是开放世界冒险游戏，那么开放世界呢？冒险呢？当大世界变得鸡肋的时候，原神的游戏性是在逐渐的丧失的。因为剧情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只占了一个国家的前3个版本，3个版本一过就开始准备进入涨潮期了。而玩家基于深渊强度的抽卡和数值养成体系，又导致抽了命座和专武的玩家其实在强度上早早就已经膨胀了。而一个在游戏性上没有重点去设计的大世界，
一个没有难度的大世界是无法承载强度膨胀玩家的体验的。对于玩家来说，当自己的账号强度膨胀的那一刻起，大世界就变成了割草和重复的收集，那么大世界就变得非常的无趣。而大世界在玩法上的无趣，又反过来让玩家的注意力和乐趣更多的集中在每个月都会更新的深渊中，集中到角色的强度上，进而对角色的数值和强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节奏是怎么来的，并不是玩家不吸取每一次节奏的教训，而实在是节奏的吸引力太过致命，在一些玩家的眼中，它甚至比原神这个游戏的本体更为有趣，因为在节奏中充满了情绪输出、反转、阴谋论、PVP。 你说在这个短平快的时代里，有什么能比这些事情更吸引眼球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拉出博德之门3去做对比，它玩法的开放性是建立在种族和职业的特点上的。在传统的 RPG 游戏中呢，弓箭手应当具备高暴击和远程输出的能力，法师呢通常有着较长的施法前摇，但伤害高，范围大。双手剑角色虽然在攻击速度上比较慢，但能扛能打。单手剑角色通常扮演着刺客，长柄角色则是具备着高攻速的优势。但是反观原神中虽然有着武器种类的差别，但是并没有反映出不同武器的特色，更多的时候武器好像只是用来限制不同角色数值的工具。所以说，当原神开始跟着玩家的喜好，只以剧情和深渊作为吸引玩家的方式时，虽然在流水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无疑是消解了原神本身的游戏性。在上升期呢，可能并不明显，但到了瓶颈期，没有深度的游戏内容势必会让关注游戏性的玩家觉得无聊长草。那么如果我们基于开服时期的假设去给原神想象一条平行的世界线，就是在大世界更注重机制玩法上的开发，深渊呢则是更注重数值。那么数值驱动的玩家为深渊去买单，而喜欢玩法多样性的玩家为大世界买单， XP 的玩家呢为剧情买单。在3个核心的驱动下，原神是否会比现在的表现更稳定一些呢？当然了，我们并不知道，只能做一个假设。但是从这一点上看，原神和米哈游还需要大量的学习。因为很显然，我认为原神放弃大世界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大世界的投入和产出并不能对角色的抽取意愿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自身的技术积累还远远不够。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公测前给玩家的一封信中，开发团队说过，元素战斗要学习魔能和神界原罪的策略性，而神界原罪的开发商拉瑞安在今年的游戏正是这款博德之门3。所以我们会发现，硬核和复杂的游戏机制一定是必要的，它可以让游戏的生命周期更长。考验设计师的其实是如何把这种硬核和复杂的机制用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一点呢，恰恰是需要积累的。当然，我认为对于原神这个体量和运营模式的游戏来说，找到解决方案呢是困难的，因为不同的玩家有不同的利益，任何的修改都会影响到不同的玩家群体。比如说，虽然玩家觉得盗窃的解密很难，但是盗窃的解密不有趣吗？我相信还是有一部分的玩家会觉得有趣的，因为我在后台也收到过一些认为盗窃解密有趣，以及森林书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私信。所以当游戏越想照顾玩家群体的需求时，变革就越束手束脚，它的游戏性就越宝宝巴士。但对于玩家来说，这种宝宝巴士反而导致了兴趣流失得更快。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众口难调吧。这也大概是为什么那么多精品的单机游戏口碑虽然好，但是它的体量和吃鸡王者原神比起来并不算大。那么虽然上面说了很多原神的不足，但是随着版本的更新，其实我们能看到一些好的变化。比如说须弥末期神巧天宫的升级，这个玩法呢利用了玩家的创造力，是可以持续产出有趣挑战内容的设计。而枫丹新增的地区传说级别的原模，也让一部分已经强度膨胀的玩家得到了一些挑战。这些都说明其实开发团队是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好的，以上呢就是原神和博德之门3这2个游戏体验对比后，我们发现的原神的一些问题和缺点。当然了，因为这2款游戏在商业模式上完全不同，所以必然会导致设计理念上的差异。如何平衡游戏性和商业性，依然是我们游戏行业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嘛。那么本期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